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我们会一起聊聊这整个地球的游戏规则跟宇宙的运行法则。当你了解的越多，你就可以升级你的意识，你升级你的意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是不是很绕口？好长哦，一口气念完。对，所以我每次都会在这里卡个2-3遍这卡住很正常吧？超级正常的。好，然后呢，今天因为有些人是看画面，然后有些人是听声音嘛，所以大家应该刚刚有听到莎莎的声音。现在呢，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的澳洲学生，那他就是莎莎。今天为什么他要来这里跟大家录音？是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聊聊澳洲这个神奇的土地，因为大家会知道澳洲，就是因为台湾其实越来越多人移民，或者是打工度假，或者是去这个地方旅游，然后它又是一个其实从历史脉络上来看也是一个神奇的土地跟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用这期 podcast 来聊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想要移民到这个地方，去移民的人带着什么样的使命，那这些台湾人去到澳洲到底带着什么样子的任务，那澳洲的这片土地的本质它又带给大家什么有趣的启发，在不同的次元不同的维度它同时又承载了哪一些能量，然后我们就特地邀请莎莎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因为莎莎是一个在澳洲已经，因为你住澳洲几年啦？12年吧，10到12年，好久哦。就是莎莎就是一个拿着2本护照的台湾英娜哦，你是今年刚拿到？对，刚拿到，今年去年2025年12月。那澳洲护照有什么特别好用的地方？蓝色的，蓝色的怎么了吗？上面有袋鼠。那台湾是上面有梅花太阳，那是梅花吗？就是对，澳洲就是进阶版国花。进阶版梅花，这哪里像梅花？哦，太阳了，太阳，对吧？是太阳吧？好，不管，反正就是一本漂亮的护照，所以澳洲护照有比较好用。我才刚拿到，还没有使用到。好了，也是啦，因为什么会想要邀请莎莎来，是因为我们之前我去年8月有去澳洲开课嘛，然后我就在澳洲认识了一群真的很棒很棒的学生们，然后他刚好这几天回台湾，然后呢我在今年6月的时候又要回澳洲开课，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这一次回去一起做的东西，所以莎莎你也可以介绍你自己，就你现在在做什么。我是一个就是从事身体工作很久的教练，听起来好奇怪。身体工作就我在包含什么？我平常在教那个韩国流行舞，然后教健身，然后教瑜伽，然后其实已经在这产业已经从事10几年，所以前面的8到10年是8年左右在台湾，后面的8到10年是在澳洲，一半加一半，对，一半一半这样子。然后我在那边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接触也蛮多的学生，对，在澳洲的这个地方。你的群组有多少人啊？我刚刚好像没问你。250几个人吧，就真的很多，都是华人。对，都是华人。对。那你除了做这个，你们这阵子不是还跟其他学生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吗？对，我们最近新成立的公司，因为我觉得人的健康不是只有身体的活动，应该是身体、心灵跟所谓灵魂，所以我的就是理念跟月月其实是蛮像的，只是月月切入的角度是从心灵开始下手，然后因为我自己的行业是从身体开始，所以我想要先引导大家对于身体去有比较多的感受，然后再从身体的感受上面去引导到他心灵的成长。因为我觉得身体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存在，所以比如说你感觉到你紧绷，它就是紧绷，它不会因为你做错什么事才紧绷。可是有时候你一些心理状态，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批评，比如说我是不是太内耗了，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感觉，就会有比较多的批评。所以我觉得从身体下手应该会是比较客观的状态，然后透过身体的学习再走到心理的层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捷径。所以我们今年在布里斯本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Gentle Star， 就是温柔的开始。真的是很可爱。不要太有压力，我们先练习一点点。Gentle Star， 的确我觉得从身体切入就是很简单的方式。有碰到你就碰到你，对啊，没有碰到你就没有碰到你，就这么简单。对。那你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想要透过一些身体的感知，就是比如说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你对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去引导你的所谓的觉知这一块。因为很多人的觉知其实是很弱的，他有一些感觉跟他不好意思说，他就直接欺骗自己说我没有这个感觉。哦，会耶，非常多人这对，样。就像比如说人在做腹肌的时候，他觉得脖子很酸，可是他可能就不敢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哦，对，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都遇到这种腰很痛，因为他觉得自己做错，所以不敢说。当人家问你说你有感觉到你的腹肌吗？有，可是事实上还是感觉到他脖子更酸。酸。对，所以他其实没有练到他想练到的地方，可是他就是隐隐的收着。对，或者有的人会觉得说长时间坐办公室会腰痛，对，可是他也不好意思说，他感觉就是好像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所以他腰痛，他可能好像只有烂草莓才会腰痛。可是这些都很正常啊，就疼痛只是一个讯号，就提醒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这样子。所以没有这么多的批评，然后我想要带大家从这个地方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之前在 Brisbane 开的一门课其实就是与高我连接的课，然后那一场学生我记得10几个。对，其实与高我连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得要先认识自己有感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像我在课程里面常讲到，有时候你要辨认这个讯息的准确度就是你的心轮有没有开。可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哈，心轮打开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对，然后心轮关闭又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可能平时他已经对于自己的疼痛极度麻痹，或者是他根本没有用这样子的视角去看待过自己的生理反应的时候，你反而要他去信任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他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路的。所以反而在那一天的课程，的确你也会听到有些学生说他还是依然不信任这个声音，哪怕月月已经告诉我是对的。所以它是一个需要漫长不断去看见自己的过程。可是这个东西的累积其实就是从你的日常开始。我发现就日常上会运动的人也好，或者是说有在舞蹈或者是使用自己身体的人，透由这些练习当中去看回自己的反应。可是如果你是坐在办公室的话，你真的就是无感到一个不行。其实我自己接触运动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好玩，然后后来我也觉得说还好有运动，因为你知道人生有高低起伏的时候，有一些低潮时间，然后你就在一个能量很低的时候，有人拖着你出去走路，跟你自己窝在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你有出去，你身体有活动，它就给你制造一些能量，哪怕你大脑不知道，然后你就走着走着就觉得好像好一点，你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可是就有好一点。对，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很想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反而解决不了。就比如说你现在不开心，快开心起来，快开心起来，怎么可能开心？你自己把它拉出去喝，不可能，对，喝个饮料啊什么，直接走一圈啊，他就开心啦。所以你不是叫他说你要开心，而是你直接带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口。这样子，我觉得出门也是，因为你刚刚不是问我说我什么情况会出门吗？虽然我给你一个很好笑的答案。我跟他说我觉得我今天很漂亮的时候，我就会出门。你就觉得你把自己打扮这么漂亮，你不出门可惜耶，太可惜了。但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通常会让我出门的时候都是运动的时候，就无论是去攀岩抱石啊，然后或者是去爬山，然后或者去健身什么的。我发现我很宅，我喜欢待在家里，可是你真的又走出这个家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的所有的身体开始协调起来了。对，因为你出门它是一个漫长的成本。双脚要移动的。对，您看啊，来化妆我就要开始保养啊，然后好好的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然后走出门你要骑车你还要找停车位，找完停车位你还要靠你的双脚，然后走到这个地方，你打开人家的门就要用到手，所以你会整个开始身体被使用。对啊，它会有一个物理性唤醒你这个人的一个机制在，所以当你的人被唤醒的时候，比起你真的在同一个姿势很久或是躺在床上，它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模式。而且我们知道我是团体课老师出身，所以我以前教瑜伽教跳舞，然后教室里面都会有很多镜子，所以你记得你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说我的手机封面是我自己的自拍。对啊，我那时候吓到你说你吓到是我是第一个让你发现手机的封面是放自己自拍的人。对啊，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子哦。因为对我来说这件事情超级正常，因为我每天都在看自己，对，然后我很习惯看自己，然后习惯到封面上面都会看到自己。真的耶。对啊，然后你那时候跟我讲说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对啊，你们手机封面
你身边有谁的手机封面是放自己？马上想。你猜想几岁？26， 26对不对？他36了，那很好啊。不觉得很划算吗？是不是看不出来？啊、我最近有一个新的剪辑跟摄影，然后他跟桑迪同岁，所以我的团队真的都是同一个 generation 的人，这是非常意外的事情，很好玩。但那个是题外话。那 Gentle Star 接下来会做什么样子的主要？我们第一个阶段应该先从身体的认知开始，所以我们想要建立一些所谓的习惯。那我想做的跟现在的教练市场，就是现在健身市场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program 嘛，就比如说你1个小时里面前面几分钟好做几组，这些东西是现在比较普遍的。那我想要做的是，比如说你今天的身体需要什么，或者是说你的身体你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个性，导致于你的身体比较有哪个地方比较容易紧绷，然后透有这样子的开始，让你去认识你自己的身体，然后透有你自己的觉知去选择适合你的运动，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想要邀莎莎来上节目，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探讨的身心灵，就很多学生会问我说，月月我要怎么样真正让自己的灵性落地，然后我每次在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回到一个最核心的事情是，你最落地的存在就是你的肉身啊，对，你最实际的存有，你看到摸得到这些东西，最物质的就是你的身体。所以每一个当你觉得我的灵性好飘，我好像活在一个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世界，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缺乏把自己的肉身照顾好。对啊，而且你的肉身就是你灵魂的载体啊，所以当你肉身消失的时候，你灵魂就会跟着一起，没有这么就是不是肉眼可见的。所以如果你的肉身没有照顾好的话，你的灵魂也没办法单独存在。真的耶，对啊，真的，对啊，所以而且它是互相的，对，就是包括我刚刚才跟莎莎讲，就是我以前也是一个其实身体状况非常非常不好的人，我那个时候的灵性状态也很开，可是开的不稳。我真的慢慢让我的所有的灵性知识跟与高我连接的状态沉稳下来的时候，也是我开始调理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如果我的一天乱吃，或者是营养不足，然后或者是我太久没有动，我整个人里面会有一种燥的感觉会慢慢出现，就很像是其实我们一直在接收到很多的资讯进入到你的身体，无论你有没有出门，网络上的资讯其实都非常的庞大，可是所以这些吸收是需要排出去的，但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排毒管道的话，整个人的气场就会被干扰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对，而这种干扰的状态其实就会是我们很常感觉到灵性不落地的一种反应。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唯一能解决这种问题就是第一个运动，然后再来就是好好吃东西。对啊，没有别的了。对，没错。你身体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然后情绪再影响你其他的部分，这样。对，所以其实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它会直接联动你的肌肉，会有某一部分的紧绷。所以你一的就是你把你的情绪处理好，不然你就是把你的肌肉放松，它其实可以改变你的情绪状态。对啊，所以其实蛮有趣的。那你觉得在澳洲跟台湾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在处理这一块？觉得在澳洲的学生，因为地大，所以大家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或者去找寻自己想要的。那台湾因为人比较多，然后地方比较小，所以比较多是凑热闹，就是走我们去我们去这个，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或自己选择了什么，他会觉得是被别人拖着走。但澳洲因为地很大，所以你躲在家里面如果不出门是没有人可以把你拉出去的，你得自己开车开门，然后去找到朋友这样。对，所以你得自己主动，所以主动性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强一点点这样子，我觉得。我就是极度明显感觉到这件事情。你们知道澳洲的国土面积其实跟美洲差不多大吗？跟美国差不多大的，大概有200多个台湾。对，其实是差不多大的，可是它的人口只有台湾的1点多倍而已。对，就跟台湾差不多。没错，所以国土面积很大，但我们可以来聊聊为什么澳洲的国土面积这么大，它的存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澳洲它其实是地球很重要的海底轮的能量存有。你知道乌鲁鲁吗？我知道，对，乌鲁鲁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红色的岩石。然后呢，其实乌鲁鲁它是地球的其中一个灵性发射器的发射站。它发射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单体岩石。所谓的单体岩石就是它的表面是没有任何透有一些
风吹日晒雨淋，可能岩石会有的特殊裂痕或者是爆破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一个巨无霸大石头，然后光滑也不能说光滑，但它就是没有植物，对，完全没有，然后就凸在那片土地上。我在连接澳洲的土地的时候，在连接乌鲁鲁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乌鲁鲁它的这颗石头里面其实是储存着整个地球最原始讯息的一个载体。然后同时澳洲它也是一片在整个地球上面最古老的陆地之一，对，所以他其实已经看过了很多地球它如何从你知道恐龙时期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恐龙时期到现在的极度被人类开发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看过太多地球的演变了。他同时也是一个海底轮能量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就是稳稳的在那1000亿年没有动过。对，因为像台湾它是板块移动凸起的嘛，然后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这样，我们的东南亚沿海地区都是，可是澳洲它就是一直都在那，然后没有动过，没有变过，甚至是他们的板块活动是非常少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有一股很强烈的向下扎根的能量。其实澳洲带给人的土地能量就是会疗愈你的海底轮。海底轮它同时也代表着校准真实的你自己，海底轮也是最物质的其中一个脉轮嘛，它掌管的是你的家庭、你的金钱、你的人际关系、你对于爱的定义等等的。所以你来到澳洲这里，你会有一种被迫被往下拉回自己，校准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去看回自己说我到底要什么。所以就像是你刚刚讲的，待在澳洲的人他们也有一个很强大的集体意识，是他们其实都还蛮清楚知道自己为何要做这些事情，跟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相对比较负责任的，我会这样子讲。对，我也有感觉，就是比如说像在健身，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大部分是团体课，然后你会发现学生都是两三个然后互相拉着来上课，所以只要一个缺席，另外2个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所以一群一群的就是凑热闹去的。可是澳洲不一样，他决定要来他就会来，他一个人也来，对，他会想办法去找别人，或者是想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他只要愿意他就会来，这样，所以主动性来说是不太一样。我觉得也是因为它相对资源比较分散。对，像我们刚刚才在聊就是我那时候去年8月去澳洲开课的时候，他们可能要来到这个地方，要么就是你要搭飞机来，要么就是你要坐长途火车，然后你要想办法在这里找到住宿的地方，他们都不是走路5分钟骑车半小时就可以到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相对不便利，可是不便利对当地的人而言已经是习惯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习惯知道，那我今天要做一个选择，我要付出的成本其实相对是很大的。对，但当我愿意付出的时候，都是我已经都想过我能够承担的时候我才去做。在当下比如说来上课也好，我也发现我的澳洲学生跟台湾学生属性完全不同超级不同的，就是我们上完21天的练习还说下一个21天了没有，我们再做一次重新再来21天他跟我再来一次。对啊，他跟我的另外一个学生他做了，因为他是上我脉轮课，因为我脉轮课其实除了对你除了上完课之后你还要有21天的陪跑，然后他们就是准时打卡准时出现，而且我的打卡是他们下面是有功课任务要完成的。对对对，如果你没有花个5分钟10分钟好好的做功课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没有办法留言，对，不知道要写什么。对对没错，所以有些人就干脆不写。对，可是他们就是做了3遍3遍都给我漏乐灯写作文超级厉害。然后我真的必须得说，我为什么今天会想聊这个 Podcast 主题，是因为我真的透由台湾的学生跟澳洲的学生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活跃性的不同，但他没有好坏。后来我去看见，我也发现为什么我澳洲学生这么活跃，相对台湾人比较被动，也是因为台湾人他其实也有一个他自己要去克服的集体意识，而那个集体意识就是我必须要当一个有用的孩子，对，跟我必须要当一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能量都是给予，一直不断的去让你变好我就变好，所以我们的顺位永远都是别人先，然后自己是在后面的。所以他就会有一些界限议题，爱自己的议题会蛮严重的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出现。可是我就发现通常带着这样子的议题的人会去澳洲，
就是因为他想要突破，那种突破就有点像是我要来好好面对这份恐惧了。真的，你觉得你在受够了？对啊，就是你受够到一个不行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想要走出去。对，然后当你走出去的那一步路，你看哦，我其实都觉得能够来到异国他乡，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生活的人都了不起到一个不行欸。可是也是因为第一他选择离开，所以他选择要去好好的看见这个集体意识以外的集体意识。你透有不同，你才可以看到自己。如果你一直相处身在同一个环境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定位自己，因为你的定位可能都是别人带给你的标签。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工程师，其实工程师这个标签也蛮毒的超级毒到一个不行就是你在台湾竹科新贵，对，你只要在台湾是工程师的这一个标签，大家就会给你好多的投射。对，然后你应该如何，好，薪水应该不错吧环境应该还可以吧，对，家人应该会为你感到骄傲吧。对，然后看似都是正面的东西，可是这些正面的集体意识庞大到去会维持这件事情。就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我没有跟你讲，就是我在第一次打工度假之前，我其实是有那个 Adidas sponsor 的教练全台湾只有50个，对，那时候。然后但是那个光环的背后就是相对的压力，因为你有站这么高，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在入行几年就拿到这个光环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眼睛都看着你，对，然后没有人说什么，可是你就会自己感觉到背脊发凉。对，这就是集体意识的力量。对，所以你就会站在那个位置，可是你自己觉得你不配那个位置，然后所以你站在那里，可是你就已经很害怕，你害怕哪一天需要被别人拖下来，或者是哪一天你会自己摔下来，或是怎么样。然后每一天上课，你在让别人快乐的同时，你其实自己不快乐。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然后就直接去到澳洲打工度假。所以你看，要放弃这些本身就是一件超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放弃它也代表着好，那我什么都把自己归零了。可是有时候归零才有重生的机会。对，所以会去澳洲的人的台湾人，其实有一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依然带着逃避的心态去，但是真正可以在澳洲扎根得了的人，通常真的都是因为他第一面对了自己的脆弱跟恐惧，第二他重建自己内在的价值观。那澳洲它土地的能量又是一个海底轮很深的能量，所以第一个绝对都是疗愈你对于家庭金钱跟人际关系的议题。我上次去教课的时候，因为就是已经拿到 PR 的人跟还在打工度假的人就一半一半，然后感觉到很大的不一样吧？很不一样，面对的问题不一样。超级，你打工度假面对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疯狂它就是加速器，你知道吗？因为在台湾你在处理人际关系，其实圈子很多，对，你这个圈子出不来，我去另外一个圈子就好了。但是在澳洲你孤身一人，彼此的仰赖性超高，非常高，而且打工度假就是1年多2年的时间。对，在这个时间之内要做到什么事情，没有做到就没有了，就赶快就没回去了。错，而且他也会面临到生存的议题嘛。对，就是好像我去打工度假，我就应该要真的存了一大笔钱才叫做负责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所以也会逼他们去面对金钱的敏锐度跟金钱对自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到每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差距非常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同时间在打工度假的人，有的人是每天都只吃白吐司就为了存钱。对，就为了存钱，他3个月就存了1万块澳币，然后就寄回家。那你每天看他就只吃白吐司就觉得哇，你真的可以观察很多人的处理方式。那有的人就是有钱就花嘛，今天赚多少就花多少，然后就过得很快乐这样。这各种人都有。对。然后我发现真的拿到 PR 的人，他们的烦恼就完全会转变成，那我要在这里如何创造自己的归属感。对，就是当你是拿到 PR 或是拿到这个 passport 就是护照之后，你想的就跟在台湾一样啊，就是每天1日3餐柴米油盐，然后税金啊，然后车子啊这些东西就跟台湾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对，所以当他进入到又回到生存的时候，
到底在澳洲生活跟台湾生活又有何不一样？你觉得？我觉得节奏感不太一样。怎么说？台湾因为太小了，所以什么东西都很快。我觉得回台湾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那个一落地有没有，然后当天什么身份证过期啊，保险健保卡过期，赶快处理，一天之内一天就可以跑完。对，在澳洲是一天只能跑一个，他可以那天可以帮你解决掉那个，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们每打电话进去一个政府机关，40分钟到1个小时是基本起跳，你就听他来电打铃，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要听40分钟，然后你才会找到一个人去跟你讲话，这样子你要等40分钟以上这样子。所以台湾其实是很便利，所以回来的时候都会那种哇。这样就好了我突然多了好多时间了对，不然的话我们去那边就要你要先预约，然后预约到那里之后还要等待，然后你不急让你多等一下这样子，所以那个效率来说是差很多。那除了便利性呢？然后还有就是澳洲它会比较，你去澳洲的时候应该感觉到什么东西都很新啊很亮这样子，因为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在所谓的整理跟维持他们的这个给别人看的这个第一印象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就比较不会有做到这个，所以我们可能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头发没扎，然后就穿着夹脚拖就出去。可是在澳洲感觉就是比较都市的地方，就是大家会稍微整理一下再出去，可能不会整理的特别漂亮，可是至少会整理干干净净才出门这样子。但在台湾不会吗？台湾感觉比较随性一点，有时候就是蓝白拖夹脚拖。澳洲人还不穿鞋子看你在什么区域啊但我觉得你想讲的应该是我觉得澳洲其实有一种生活仪式感蛮重要的状态。对，我觉得澳洲人的生活仪式感是他们很知道自己的生活在干嘛，所以他对于自己是有觉知的。只是我觉得那个氛围感是可能在台湾人他们打扮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也许在澳洲蛮多人就打扮就是为了我今天干干净净的，我很开心拥有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氛围感是差在这里的。我觉得澳洲人很好玩的幽默感你说 small talk 的幽默感吗？还是乱创语言的幽默感？都有，就是他们会把一般的日子然后过得很有滋味。因为那时候我在打工度假的时候，我在 Tasmania，然后那时候你在小岛上，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在蜜蜂工厂工作，然后那是一个很冷门的工作，可是反正我们就是后来有找到，然后去工作的时候，我在那个工厂里面跟那个 supervisor 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会拿那个推车你知道吗，然后在上面当滑板车，就说你看我这个滑板车就他们可能很糗的在面对自己的生活。可是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工作10几年快20年呢，他依然可以找到享受的地方，可以这样玩，你不觉得很可爱吗？是非常可爱呀你知道澳洲它这片土地其实是高龄所设下的一个很厉害的实验场。它为什么会最后会变成移民国，就是因为它其实也很在考验不同国籍不同国家的人混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能不能产生共荣跟共好。我可以来聊聊那个澳洲的历史大家知道澳洲怎么形成的吗？澳洲国就是 Australia 这个国家，它的形成其实是大家都知道是英国殖民嘛，库克船长他就是发现有这片土地，然后还不错还不错，那我就来当这个国家的国王吧，然后都没有人没有人在治这个国那我就要当那个国的国王。但事实上不是的，其实澳洲它是有500多个民族组成的4散代，对，原住民4散代，因为它国土面积很大，对啊，所以它并不是没有人统治，而是他们各自统治他们自己，可是他们没有一国的概念。所以当时其实澳洲的原住民又很特别，澳洲原住民是历史上文化保留最悠久的民族。只是这些民族他们没有说那我要统治然后一国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就是各自在各自的生活，然后同时他们也发展他们各自的生活非常非常的久。然后呢就自从被英国殖民之后，之前又有他们发现澳洲土地太大了，对，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去治理这一个国家的话，那这个国家的发展会很慢，所以才开始开放很多人移民到澳洲。可是他又有分很多之前的白澳政策，就是他只开放白人，还是有一定的优待白人，对，没错没错，就还是有一定的那一种种族上的二元存在。其实早期去的移民都还是有碰到这一块的议题，对，甚至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想要同化原住民，
那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多我觉得历史上的伤害，就是他们也会希望原住民就要讲英文，然后就是人就是劳力，对，那你们就应该为这个国家付出。可是他们是用白人的观念在想要去瓦解掉当地原住民本来就长期万年在那里生存的模式，所以那时候也有很大的冲突。可是这个冲突反而也让澳洲有一个新的意识升起，就是因为到后面其实总理有出来道歉说过去这样子对待他们其实是伤害他们，其实后来有做一些弥补，就是在所有的比如说大型的活动都会先邀请原住民先做一段表演，才开始正式的活动这样子。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原住民也是长期的沟通，他们用很坚定的立场去跟他们讲说，就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模式守护了这片土地，所以澳洲现在才可以有现在的能量存在，所以请你一定要尊重我们。所以也是带着这样子的状态跟长期的沟通，才慢慢能够让其实澳洲原住民的文化是在整个地球上面保留最完整的。对，所以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到现在他们还是做大量的仪式，他们的语言依然存在，然后的确政府也很尊重保留他们的遗址的支持。对啊，上次看他们表演是现场钻木取火，对呀，他真的可以钻出火来，很酷哎！虽然是啦，对现代人来讲是挺酷的。我搓不出来，他搓得出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真的很难搓，非常难搓。我都觉得他们是用念力点火，真的不是用那个，不是用技巧点火，他绝对是用念力，因为很难搓。我有尝试搓过，搓不起。你就看他们噜噜噜噜噜，然后就起火了，一边跳舞一边噜噜噜噜，然后2-3个这样轮一圈，好像3个人轮一圈，火就起来了。你没有试过吗？原住民的智慧就在这里，所以有机会的话，其实光是澳洲原住民的篇幅就可以讲得很长很长很长，因为它其实跟台湾原住民不同，虽然都是南岛语系民族，都是有血缘关系，又长得很像。对，台湾原住民其实被汉化的很严重。也是因为很有趣，为什么澳洲它可以保留那么多的文化，是因为澳洲的土地知道没有原住民不行。如果我们过度的开垦，谁最了解澳洲土地？就是那些原住民。可是其实台湾小，然后你其实被汉化之后，家园虽然被破坏了，可是也不至于生存不了。可是澳洲的很多土地，你看澳洲国土面积那么大，中间全都是沙漠对，不能住人你只能经过经过看一下好想上车。就是因为只有他们懂如何在这一些环境下面跟人之间产生一个很美好的平衡，对，所以他们甚至是他们有一个很酷的文化，他们是用歌唱在保留他们很多的仪式祭典跟不同的东西，反正就很有趣。但会讲到这个原因是因为澳洲土地面积大，然后以前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情，最后他们开始开放移民政策进来了，然后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考验，是不同人种的人到那里是不是还会有阶级制度，是不是还是会有二元对立，是不是还是有歧视。我不能说澳洲完全没有这些，可是相比很严重的国家来讲，这么多的民族混在一起，他们算很和平的了。真的非常的和平，互相看不顺眼，可是也不会对你怎样这样子。对，也没有到看不顺眼，就是可能比如说语言上面的没办法沟通，所以你们就会有一个隔阂在中间，可是还是尊重彼此的这样子，就是不可避免。所以你觉得身为澳洲的台湾移民，你觉得现在在那里的台湾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跟如何融入在这么大的民族里面？我觉得就是以现在背包客进去然后要当居民的状态来说的话，就是首先是你要先去理解这个地方的生活的文化，还有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背包客会自己形成一个小小的聚落，就背包客小聚落，就是同温层嘛，就是等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你想要跟自己家乡人聚集在一起，那可是这样就会保留你原本在台湾的一些习惯，所以你在澳洲想要找突破，可是你还是在你的舒适圈里，因为在澳洲的背包客小圈圈会比台湾更台湾哦。有的人去把台语练厚到一个不行的时候，台语练更好。对，为了让外国人听不懂，所以反而台语变得更好。所以你可能要先去要打开你自己，要去尝试。那因为其实你有尝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不可能是因为你告诉自己不可能。比如说
我觉得我的英文不好，反正我找不到工作，我就打黑工吧。可是你没有去试过，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愿意给你个机会？我一开始打工度假的时候，在语言学校，然后毕业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说，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就是越不要脸越好。我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你去餐厅应征，他说不要你没关系，然后每天去找他，就有空就去啊，对啊，然后就是抢他抹布帮他擦一擦，或者陪他聊天啊，就黏着他，让他知道你需要工作，然后你的心意会去影响到他做他的决定上的改变，对，就看你多想要嘛。就像刚刚说的，你想要去上这课，你就会开车2个小时为了去上一堂课。可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在你家隔壁，你下楼穿个拖鞋你都觉得麻烦。对，如果你够想要，你就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就会有人愿意给你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在澳洲留下来的话，你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尝试跟这边的土地的人接触，有所连接。对，而且通常会跟澳洲土地有连接的人，我跟大家说，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些人拿 PR 的这条路上其实很顺利的，对，我超顺利的，对，可是有些人就是混乱到可不行，对，超辛苦的，怎么样都拿不到，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担保你，我就突然不担保了。我还听过有人是念了3个科目哦，就是比如说现在可以担保这个科目，他去念完的时候就取消，对，连续3次都这样子哦，他练的3个科目都取消，他只好回台湾，因为再也负担不起这学费了，对啊。像前阵子不是按摩的这个技术也是没有办法透由这个技术移民到那个，反正最近剪头发可以，听说哦，有趣，他一阵子对。所以呢，其实会跟澳洲真正有缘分的人拿到 PR 是容易的。会有机会来到澳洲的人，其实通常也是第一个你的灵魂也想要你慢下来的时候。因为其实澳洲它是一个极端气候国，然后这个极端气候国本身就是会逼你去看见，很多时候物质的存在真的不是你要去追求的。什么意思呢？极端气候它代表着可能会突然你的车子不能开了，然后是天气真的很热，你工作不了了，冰雹，对，没错。然后好像很多它会打乱你的生活的很多节奏，可是这个打乱的过程当中，它就很需要你内核的稳定。如果你的内核不够稳定，你就会被外在的条件给牵引给影响。对，所以第一个就是你的内在，来到这边土地待得久的人，是因为你沉得住气，也慢得了。真的逼着慢下来，对，可是有些人他可能还在一个很燥的状态，那些燥其实澳洲的土地就会自动的跟你的频率是不合的，所以你怎么样你都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澳洲它其实是非常需要你放下很多二元对立的地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对，这个多元也包含语言。就是在澳洲，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第3、第4语言，很多语言都会讲，然后饮食习惯，对，然后还有你能不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因为其实在澳洲不同人种谈恋爱起来也就生了一个新的人种吧可是光是异国跟异国结婚就是一个超多的问题，超多问题，它可以回溯你要解决的麻烦可能是要解决3代的麻烦所以你得要包容得起这样子的冲突感，然后你也承担得起的时候，其实你的频率自动就会变成很多元的频率。对，然后切换频率切换的轻松跟没有执念的人也就会被澳洲留下来真的非常有趣。然后还有第3个蛮重要的点是，澳洲它是一个会逼你去看见真实自己的地方。它就像是一个巨大面的镜子，因为它代表着海底轮的能量嘛。澳洲很有趣，它是海底轮能量跟顶轮的能量都很开就是第1脉轮跟第7脉轮。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有趣的状态澳洲地广人稀嘛，你们会发现在澳洲比较容易看得到星星，对，非常容易非常非常容易。为什么呢？就是当然光害少，因为毕竟荒芜一片荒芜对呀你看你们的 CBD 也聚集在一个地方，其他都是住宅区嘛，所以光害少。然后再来也是因为你们的土地资源开发的没有那么的泛滥，对，然后所以它是一个接天接地都非常畅通的一个地方，所以顶轮很开顶轮也会在那里被打得很开所以海底轮跟顶轮同时它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然后在那里能够适应
这一些你既要扎根，对，物质条件要不差，可是你也不能太执着于物质条件你也内在要有一定的觉知，内在要有一定的对于自己有很多的看法，然后哪怕是从冲突来的抗争来的，可是你都会开始不自觉在那片土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嗯，其实我发现在澳洲很多人你是可以跟他深度对谈的，对，而且是很有东西的，嗯，就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聊。可是一聊起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事情可以跟你深度探讨，蛮有趣的。没错，而且澳洲的人喉咙也很开，相对之下真的挺开的，就是你真的要跟他们 small talk 起来，他是可以把3代家族都讲给你听的那种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可以了，可以了，够了。我其实没有那么好奇，可是你很积极耶我都在想说，哈，你都跟我讲那么多，我是不是也要把我的一些秘密也跟你讲？因为好像在他们的所谓真实的面对自己，其实就是他们可以很侃侃而谈的去叙述自己的生命经历，没错。但是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内化过，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如何精准的表达他自己。可是当你没有好好的内化过的人，其实就像台湾普遍的状况很像，就是我有好多话想讲，可是我堵在这里讲不出去，可是讲了很多没有讲到重点对，因为太要想包装，想要绕一圈，然后很意象的。为什么意象？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看清事件的本质，所以我只能用很大概的方式去跟你叙述我真实的感受。对，可是那其实不见得是能够让人家理解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敞开自己，所以这些情况都会在澳洲一一被突破。那你突破得了，你就会留下来；突破不了，那你就会带着别的任务回来台湾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很有趣。更有趣的地方是，台湾人其实是比起其他移民国，台湾人技术移民的增长率是很高的。说移到澳洲吗？而且是用技术移民的方式，也就是说你是带着技能，然后你带着不以劳力的方式贡献于澳洲的的方式，其实是比其他国家都还要多的。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教育非常厉害的国家，是哦，就是他在培育就是所谓的下一代的这个部分，其实教育的系统是非常完整的。因为就像我自己在台湾是教练，我在澳洲也有去上课，然后你会发现说在台湾的系统它其实讲的非常仔细，它一阶一阶讲的，就是比如说第一阶第二阶它是规划的非常仔细。在国外它就是一袋给你丢过去然后反正你可以活下来就活下来，你要是活不下来那就这样子再买另外一袋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所以他们比较多是自学起来的，所以他们的教练的成绩就是好的很厉害，但是不好的他就永远上不来，然后他就会自动被淘汰。可是台湾因为教育系统非常完整，所以大部分是可以跟你一起上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对啊，没错，所以台湾的技能就是真的是培育的很好，所以台湾人才在国外是真的很好用真的非常好用。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是代工文化出来的代工文化的这个世代，就是从农业世代到代工文化世代，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这么的蓬勃发展，这其实是全部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因为台湾人的集体意识把人们培养成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人，对，因为这代表在集体意识是有用的人，对，所以我们会遇到问题其实是不怕解决的。在遇到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很会处理不同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小都在比较跟证明自己有价值，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让你不自觉的又在付出对，你就会变得技能超强，然后钻到骨子里的研究我就不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解决不了的，对，所以台湾的技术人才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我会这样子讲。那你在台湾的有用跟在澳洲的有用是不同的，那澳洲它相对资源多的时候，大家当然自然而然会想要移民到那，对，可是这也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因为毕竟想要成为有用的人的这个执念也许让我们成为了一个真心会被称赞的存在，但是它也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深的自我价值怀疑会耶循环里，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无论是待在澳洲的人还是从澳洲待了一段时间又回来台湾的人，都是在打破这一些
标签跟框架，对，然后撕，然后最后再去站在那个山丘上，终于知道自己是谁。无论在澳洲也好，还是任何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啊，然后欧洲的人，我刚刚在跟莎莎聊，我发现有一个很核心的事情是，只要你是一个有出过国，然后打开你的眼界，或者是你是因为某一些受不了的事情而离开台湾的台湾人，通常都会长出一个蛮不一样的状态，而且那个状态是相对更完整的状态，我会这样子讲。你觉得你有去澳洲跟没去澳洲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就是很忙碌，我以前是早上眼睛睁开就开始工作，然后中间可能那个随便就解决一下中餐午餐，然后就接着下午上课晚上上课，回到家吃完宵夜就可以睡觉了，沾到床就昏倒，隔天就起床继续这样。所以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像一个工作机器，然后周末的时间如果有放假就放假，如果有 case 就会接 case，然后就直到下一个周末，就直到下一个礼拜。那可是去到澳洲打工度假的第一个礼拜，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住在海边，然后想说接下来呢就我平常是把工作时间完全排满，没有空闲喘息的人，然后现在你让我大口呼吸的时候，我想说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自己时间变多了。对，然后我们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日三餐早上会问说中午要吃什么，中午会问说晚上吃什么，然后晚上问说隔天要吃什么，这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就很多东西把自己拍就变得很简单，就是只有吃饭然后跟睡觉跟上课就这样，所以自主意识才会从中开始长出来啊。对，因为你开始把你的时间清空之后，你才有空去问自己你想要什么，那为什么你需要这些东西，是你需要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那因为你离你所有的朋友跟家人都很远，所以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你需要这个，所以你可以好好的问自己说我需要吗？为什么需要？然后需要这个东西是拿来做什么的？然后一个一个慢下去问，慢下去播的时候，你就想说你好像觉得这个人很重要，可是可能也没这么重要，你可能觉得这份工作很重要，可是你把你工作丢了，然后我还在就发现没有你，就想说其实没有工作好像也还好对，好像没有这个人好像也还好好像没有家人好像也还好那我刚刚也在跟他们分享，我说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台北工作，然后我的一个小套房里面堆满了我的衣服，而且我的双人床是有一半都还是堆着衣服，塞不进衣橱里面可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就是一个跳舞老师一个瑜伽老师，我觉得这很正常然后直到我要出国的时候，我打包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我就看着我满满的家，想说我真的需要这些吗？对，然后26寸其实很小，对，很小然后我只能包进26寸。在那一年的旅行当中，你发现26寸行李箱还有3成是没有用到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原来需要的就只有26寸我就可以活下来了，那剩下都是 bonus 对啊，所以你其实不需要这么多。所以也是因为在台湾从小到大我们拥有的东西，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别人认为我们需要的，对，而且因为这个上一代是比较匮乏的年代嘛，所以他们都不敢丢，没错，他们就是说留着我们总会有一天用，可是你会发现他留了3年5年10年总有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没错一直到不了的那一天。所以人生真的要有一次这种离家的大经验其实今天谈论的内容不是说台湾如何，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国家形成一种舒适跟安逸的时候，哪怕澳洲的当地人跟我们也有一样的困扰，只不过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因为离开的这个动作本身其实就会让你去思考，第一，我是谁，我需要什么，跟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不断的透由这3个问题问自己的时候，变成一种常态习惯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真正的走入内在觉察跟觉醒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所以很多人真的都是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原来我以前认为我需要的是因为别人告诉我要。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你今天很丢脸，比如说你今天去找工作被 fail，你只要不要告诉别人，不会有人知道你只要不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不会有人知道，就不会有人来取笑你说你怎么没有找到工作，你只要不要说都不会有人知道，对吧？对啊，所以你可以随便出丑，你可以尽可能去尝试，所以你可以重新去
挑战你自己觉得可怕的事情，它其实没有这么可怕。这样子。虽然这一集讲到后面好像在讲说，大家推不推荐大家去澳洲打工度假呢？没有想到这一集变成这个样子。但如果真的要回答的话，你会怎么回答？真的蛮多人要出国前会问我这个问题，对不对？对，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我会先问他说，所以你想出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只是出去度假，那就去啊，没什么好问的。对啊，如果你想去念书，就是没什么好问的。那如果你想要留下来的话，那你为什么想要留下来？对啊，因为同样的问题你在台湾，比如说家庭的问题，或者是朋友的议题、人际的关系，你换个地方它还是存在啊，没错，它还是会再同样的出现。你该做的功课就是要做。对，它会一直出现到你愿意面对为止，它不是你逃离的地方。对，那如果只是去旅游度假1年的时间，我们人生这么长1年花得起吧？对啊，干嘛不去？真的，对啊，才1年呢。因为我最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就大家都知道我00后的嘛然后00后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大学毕业2-3年的一个年纪，然后你该走入的职场也体验过了，对，所以也是他们开始去思考职场到底适合我吗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身边的确有蛮多同龄的同学们开始再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难道真的要朝九晚五吗？对，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去不同的国家打工度假。当他们在问我说，应该是说我在观看他们的生活形态的时候，我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没有任何人的灵魂是可以接受朝九晚五的。通常可以接受的人是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更大的世界。对，就是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唯一可以选择，你没有得选择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其他想法。对，所以我觉得去其他国家的好处就是它让你知道你还有其他的选择。没错，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那个蜜蜂工厂工作的时候难怪你知道澳洲的蜜蜂可以医疗期蜂蜜可以医疗期我想说你怎么这么懂之前有被他们教育过，对，他们就早上9点上班，然后他们就2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说哈哈哈来喝咖啡，他就会全部机器停，然后来喝咖啡，然后15分钟走工作然后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就差不多过2个小时吃饭，中午吃饭就把你全部赶离开，生活就是要生活，然后在半小时之后叫你回来工作，然后再2个小时之后再来喝咖啡下午茶然后15分钟叫你回去工作，然后再2个小时下班，每天都是这样，就是你时间非常准，就会告诉你说吃饭回来我觉得咖啡。澳洲给我最大的其中一个 culture shock 就是work-life balance 到一个不行，没错，真的是实施到极致的。你哪怕是在市中心，6点关门就是6点关门，对，7点关门就是7点关门，对，而且他会5点半就开始觉得你要不要走，我6点要下班，对，就是他没有想到你可以多买一点，没有，赶快滚到他下班。而且澳洲其实有一个数据是，它是全世界最早睡的国家就是平均10点睡觉，超级厉害，尤其早，因为阳光充足的这就是很惊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澳洲的时候，你的所有事情你就是早上就要完成，对，晚上的时候你别想着你要逛街，对，因为所有的商场6点之前全关了。对，就很多人像台湾就是会有晚班制嘛，夜市，因为我为了要让下班的人下班后还有去处，可是在澳洲就是你是下班的人，我跟你一样也是要下班的人，对，所以你的下班就是我的下班，反而看到比较多都是华人开的店会开的比较晚。对，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概念是这样，就像台湾的警察就冲锋陷阵，对，消防队也是立刻就去了，可是他们澳洲人的警察是会往后退的，就是比如说他家招小偷有没有，他们就开车来，然后大家站在门口看，就是先确定他自己可以安全，他才要进去。很好啊，把自己因为他们说对我的生命很重要，为什么我要为了这份工作把我的生命丢掉？对，我要先确定我的生命是安全的，我才要去做这份工作啊。所以先是我才是这份工作。可是台湾是相反的，你先是这份工作，你先是这个警察，你才是个人。真的好可怜哦。对啊，所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做事情。对啊。可是我觉得价值观它真的没有对错，可是你总会找到一个
跟你价值观一样的地方生活。对，所以如果你认为台湾的这一个节奏你非常的享受跟非常的喜欢，那待在这里它就会是你的天堂。对，可是如果你的价值观其实跟这片土地是有一些冲突的，那你就去这个世界看看谁跟你的价值观一样。对啊，然后就看看那你有没有那样子的能耐能力去选择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这个世界很大，虽然我们分了那么多国家，但我能够感受到未来真的也不会有国与国之间的分别了，因为回到源头我们都是一样的。你长得像亚洲人，你长得像白人，你长得像非洲人，虽然我们的外显条件不一样，可是你看以前民族性这么强，可是现在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国家的孩子生孩子，大家全世界都是混血儿了。当混血儿变得更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混血儿才是正常的，你就不会有那种纯种人的迷思，因为最后本来就是没有分别。所以我觉得出国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见原来我们没有分别，会打开我们的心很大很大很大。对啊，就是你原本有觉得那些是规矩的规矩，它其实不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被教育有这样的规矩，可是这些规矩它本来就不存在。没错，是可以被打破的。没错，而且我也很常跟我的学生讲一件事情是，无论你未来有没有要待在澳洲，还是你要回台湾，如果你的任务最终你的灵魂蓝图是要回台湾的话，你也会带着澳洲的频率来改变台湾的土地。对，这也是一个超级无敌有使命的事情。是，所以无论现在就是在澳洲的大家还是在台湾的大家，都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方式去打开自己的生命路径。然后如果你内在有曾经想过澳洲会不会是你的选项的话，去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他就12年嘞莫名其妙莎莎不小心对，还不小心拿到护照所以 who knows， 希望大家就是透由我们两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可以知道说其实往回内在看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也希望没错，真的你看你试到现在不后悔吧？就是我试的时候你会去考量一下说你最大的损失是什么，然后如果这个损失是你可以承受的 Why not？ 对啊可是很多人就是卡在我也不知道我会损失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会获得什么对，的确是。那会不会其实烦恼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对啊，就是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有时候你的不知道是因为你还没有认真的问过自己需要什么，所以不妨透由不断的自我探索，回归到源头的自我探索，你最终就会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然后那如果很多事情都没有损失的话，那就去试试看啊，先从旅行开始啊，然后再从什么开始啊，反正一定都有解决办法的。对，只要你想做就有办法，真的所以你就跟你自己说我自己蛮推荐，无论是澳洲还是其他国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尝试生活过2周以上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跟必须要去尝试的体验。对，因为当然2周它是一个比较相对于台湾人的习性比较平衡的数字因为要请个2周的假也是挺不容易的可是你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国家生活到2周，其实你多少已经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主动的去积极的去交流，你会在那里有很多的收获，而这份收获会是你认识你自己很重要的时间点。对，因为接下来的世代真的要进入到一个加速的状态了。那加速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内在中轴还不够稳定，然后也还不确定自己要什么，没有一个肯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呢，你会遇到很多的碰撞，逼你去透由失去来获得，或是透由一些冲突感，然后让你去面对你自己。可是为什么要被动的等待呢？其实你可以主动的去创造啊。那主动是什么？停下来去探索这个世界吧，探索完之后你总会获得1-2个答案的。我就很喜欢自己旅行对，我很喜欢去在街上然后看着这些人来人往我也是我明天会上的 vlog 我也有讲到，就我很喜欢在咖啡厅听别人聊天在国外的咖啡厅听别人聊天因为在国外的咖啡厅他们的聊天内容其实就是那里的集体意识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他们聊天的方式跟台湾跟
别的国家又有何不同？你从这些不同当中，你就可以看见有趣的地方。然后你又觉得我又更认识这个国家的人。你说到这个，澳洲人很有趣，就是他们在聊天，他们通常都是说我家怎么样，我朋友怎么样，我怎么样。那台湾人聊天都是说你别人家怎么样，隔壁老王干什么。所以很不同。对，这很不一样。对，但我们今天聊的也是我们视角的澳洲，我相信每一个人也有自己视角的澳洲，你也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互相交流。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跟价值观里面，我们就来碰撞看看吧。那莎莎，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的？我们6月澳洲见。对，没错。好，那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讲我的澳洲行程。很长。我来跟你们分享我接下来要去澳洲开课啦。那我会去澳洲的时间会是6月8号到6月14号，我人会在墨尔本，然后6月15到21号我会在雪梨，6月22到6月28我会在 Brisbane 跟黄金海岸那边，我会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待1个礼拜，然后那1个礼拜都会设计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作坊跟课程。那现在会有的课程呢，完整资讯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看。我们的官网上面会有一个海外专区，然后这个海外专区就是有分新加坡、澳洲跟欧洲，你就把澳洲的那个课程资讯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分别在3个城市开什么样的课。那这次开课比较不同的事情是，我会在 Brisbane 然后跟莎莎一起合作。没错 Gentle Star Collective。 没错，我们就会有用身体切入，然后聊灵性，然后会结合在一起创办很好玩的课程跟工作坊，然后细节都会在官网上面，大家可以上去看。然后呢我也会开金钱灵气课，然后与高我连接、重塑神经系统、女性意识工作坊，还有脉轮的课程。然后这一次我还开了脉轮的进阶课，我会讲8到12脉轮的内容，所以呢完整资讯都在上面，期待我们可以在澳洲跟大家相见。所有的报名资讯也都会在上面，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没错，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移民也好，然后澳洲的土地能量，然后我们是怎么样透由文化跟文化的冲击之间又看回自己，跟我们身心灵为何很重要。所以我跟莎莎会想要一起开这样子的课程，也是因为呢我们相信不管在哪一个民族跟国家，不外乎要去关注的就是自己的身心灵。对，我觉得身心灵平衡就是一个平衡，就是它不是哪一个地方做得特别好，你就会有一个健康的状态，你的健康应该是各方面的平衡才会形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没错，所以由自己为出发，其实就是又回到把主权回到自己的身上，那把主权回收回来，你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你都会很开心。对啊，就像是我一样。对啊，我很多学生都跟我说，月月，台湾感觉对你来说是一个极度的枷锁，但你怎么还可以待在台湾？真的就是你内在有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之后，你在哪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去活得很开心。但还有一个点是我知道台湾会束缚我，所以我常常跑出国。所以我今年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把台湾人带出国，然后也把在国外的台湾人好好的聚集起来。这就是我2026年最大的目标。所以我接下来除了在澳洲也会去其他国家，今年确定的事情是还会去新加坡，我会8成会在西班牙开一个聚会，然后还会在美国，在尼泊尔，然后在清迈，所以我们就到时候见。哇，1年之内要做的事。对啊，但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扎根而已。Okay. 所以就是慢慢来。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抽卡牌来给聆听这一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好，你抽一张，左手都可以。好，抽一张是什么？Family relationships。好可怕。A turn heart to heart。 好赞哦，这真的就是四海一家的概念耶。你觉得这个画面你感觉到什么？ Rainbow 彩虹，然后光很强。对，主要是那道光吧，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有彩虹。其实这张卡牌真的耶，其实就是彩虹跟落地的红色，而且他们走在一个能量网格上。网格是什么意思？能量网格其实在讲的事情是，我们其实看似这些物质的地方嘛，但在这些物质的东西是如何形成一颗地球的，是因为在无形世界那个我们看不到的维度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个能量网格把我们围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这边发生事情会有一些同
同步性出现在别的国家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看似我们是距离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能量网格已经被触发，然后迅速像光速一样传递资讯到那个地方。有这种感觉，我有对，所以你看哦，它就是底下全部都是能量网格，因为看似我们是分开的个体，但是我们踩的每一个能量线，它其实这里到远方，也许终点是会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所以这就是能量网格的意思。所以 family relationship 又有能量网格，然后又有太阳，然后又有彩虹。其实这个卡牌也是要跟大家讲说，你看澳洲它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去踩在这一片海底轮非常强大的土地上，然后让我们去照见那些最扎根的自己。可是扎根到后面，你就会发现我跟你是一样的。所谓的那个扎根是当你找回自己的源头，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有分别心，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个体，而且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面也都是要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语言不同，肤色不同，生活形态不同，但我们就是一家人。对，就像是你在澳洲这段时间，你其实也能够感受到，你看你聚集了群组200多个人最后大家都会因为同一个价值观，同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又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形成第二个环境家族性亲友般亲密的连接。没错。所以你看到这张卡牌还有什么感受到的吗？就是很光亮，充满希望就那颗太阳，那颗光非常的明显。对，没错。所以也想要给很多在台湾的大家，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打破了血缘的这些框框架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张卡牌其实在讲的也是无形的能量，有时候滋养我们的反而是那一些无形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探索自己，去探索能量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价值观会有更深入不同的明白。应该是这样子讲，没错。所以呢，这一集如果当你感觉到孤单，或者是当你感觉到没有办法被理解的时候，那你就走出门吧。走出门你就可以找到更多跟你一样的人，然后开始主动跟他们产生连接，无论是来澳洲来找我们上课，来找我们聊聊天，然后来让我们聚聚，或是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的大家好好使用你的肉身，体验在这个物质世界你拥有这么美丽的东西，你才能够打开你在这个地球无限的可能。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而且呢，我们在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都会有地球玩家这个频道陪伴着你们。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的开心，我们下期见咯，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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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Hello 所有在聆听 Podcast 的听众，接下来月月要来跟大家分享淼淼能量疗愈学院在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活动有哪一些，因为目前我们的活动都陆陆续续被规划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去感受看看有哪些课程、疗愈项目、体验，还有旅修，国外的旅修是适合你们的。在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我希望把更多的台湾人带到国外，聚集更多的台湾人也好，华人在身心灵的圈子都有一颗灵魂可以被安放的地方。所有的详细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你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点选连结，你要的所有的内容跟报名管道、行程资讯细节都会在上面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就到时候见咯，大家拜拜。